那么这期视频呢，就直接进入正题吧，就是给这个 A2000改这个功耗墙吧。因为之前上个视频呢，我是就简单的评测了一下这个 A2000，它只能跑到43.4M 的算力嘛。那其实它就是因为它撞功耗墙了。那我们要，所以呢，撞了功耗墙之后呢，它这个核心频率就只能到1000都不到。就即使是你把这个显存超得非常高，但是你这个核心它因为吃不到功耗，所以它就只能降频。这样的话就会对算力有影响，就是只能被降低，因为核心它吃不到电嘛，显存都把电抢走了。那为什么它要限功耗墙呢？就是因为这个 A2000它是没有外接供电的嘛，它是完全是靠 PCIe 供电的。那 PCIe 的我们知道 ，PCIe 的供电最大就是75瓦。那 A2000它的默认功耗墙也就是70瓦，是在安全范围之内的。所以呢，它就只能限制功耗来让这个卡工作。那我们要改功耗墙呢，也非常简单。首先我们要知道显卡是怎么知道自己耗了多少电。其实这个地方就要看这个东西啊。如果稍微有点电学知识的小伙伴呢，你肯定就会想到用这个减流电阻压降法来测电流。那很显然，像显卡这种比较简单的这种电子器件吧，它就是用这种方法。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 PCIe 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有一个上面写的 R005的这么一个电阻，我拿近一点给大家看。就是这个比较大的这个电阻，比这些其他这种用来这个作为信号通讯的电阻要大得多啊。R005看到没有？R005，然后背面也有一个，背面也有一个 R005。那么我们怎么把这个功耗给解掉呢？那其实就是把这个电阻换掉。那我们默认的话，它是 R005，然后对应的70瓦。那如果我们理论上我们换成 R0025，就是对应到140瓦了。因为压降法嘛，电阻越大，这个压降越大，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个也不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吧。反正就是我们如果把这个电阻换成 R0025的话，那这个功耗就是功耗墙，它就会翻一倍，从原来的这个70瓦变成140瓦。像之前呢，我玩那种2080钛这个液氮超频，它也是通过这个改电阻这个方式，就是它那个电阻是在 PCIe 那个地方改 PCIe 接供电的那个地方去，就是改那个8 pin 6 pin 那个电阻去达到解锁功耗墙。那为什么要改这个电阻啊？不能改 BIOS 呢？因为安培架构的这个 BIOS 现在还没有人能放出来这个修改方法。如果能改 BIOS 肯定是最好的，我们就不用去焊这些东西了。那现在没有办法去改这个 BIOS， 我们就只能去改这个电阻。那现在我就现在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给它加一个一模一样的 R005，因为我们电阻并联嘛，它这个实际的这个组织它就会变成原来的一半嘛。因为你要把它拆下来也比较麻烦，而且你也买不到 R0025。那为什么要减一半呢？其实也是为了方便我们去计算真实的功耗嘛，对不对？我们只要把之后呢，我们只要把软件显示的功耗乘2，就是我们真实的功耗了。如果你改成其他的什么3啊4啊，你就不太好算，就不太好口算。然后呢，这个就是我在淘宝上买的这个R005的这个电阻啊，他说是精度是1%的，这个显卡上面应该用的也是这个精度，那所以换上去也没什么问题，不影响这个功耗的显示啊。好，那么就把这个电阻焊上去了，可以看到之前有2层了，正反面都是2个这样的电阻，可能焊的不太好焊啊，反正能用就是可以了，不要有虚焊。这个焊锡呢，也要把它焊的饱满，不然的话你这个
这个内阻变大了也是没有用的，会影响这个功率的这个准确性啊。那同时呢，因为我们改了这个电阻之后啊，它这个真的就解锁功耗强，它功率肯定会超过这个75瓦。那所以呢，这个 PCIe 这个金手指啊，如果遇到了那种就是质量不好的那个 PCIe 插槽，就很有可能会烧毁啊。那所以呢，为了安全起见啊，我这里呢我拿一根这个线，就是算是把它改装成这个外接电源吧，把它外接一个这个6pin 插头上面。然后插到这种巴卡直插的那个主板上面给它供电，因为我是真的怕这个巴卡主板，他们那种主板其实用料都不怎么样啊，我真的怕就烧掉了。那么现在就是一根这个跳线，相当于跳线接了这个信号上，虽然很丑啊，也不安全啊，很可能把它扯掉。那之后呢，我肯定会给这个 A2000就做一个这个散热器吧，就把我在散热器上面专门做个这个外接电源的这个插头。毕竟你改到了这个解锁功率了之后，这个发热量也会更大嘛，所以就要给它换个散热器。原装这个小铝坨子肯定是不行嘛，到时候我就给它加个插头在这个尾巴这里吧。那我们先这样测试吧。那我就随便拿了一个这个巴卡这个主板来测试。好，那现在就已经让它先挖起来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 GPU-Z 这个功耗啊，它确实是就变成了一半嘛，因为它现在这个 Broad Power Draw 它是42.6瓦，其实你乘2的话就是85瓦了。然后我们这边算力是49.2，其实跟那个3060它这个能耗比是差不多的吧？因为我之前买那个3060笔记本啊，它跑49.5嘛，它功耗就是87瓦。然后这个 A2000它跑这个目前跑49.2嘛。所以呢，它这个功耗呢，也就是85瓦，那基本上这个能耗比是差不多的。但是我这里呢，把这个显存还拉到了2125瓦，像那个3060，它只要拉到1950，它就可以跑到49.5这个成绩。那 A2000因为它这个流处理器啊，它只有3328个，所以呢，它这个天生性能还是不如这个3060移动版啊。那可以看到呢，现在这个显存的温度就已经74了嘛，非常高了。你这样，因为它现在功耗要乘2嘛，现在已经86瓦了，86瓦这个功耗还是挺高的了。最后呢，再来说一下这个能耗比吧。这个能耗比其实我感觉是没有变的，跟那个，因为它跟本来就之前前2分钟我说了嘛，和这个3060移动版笔记本版它是差不多的，就是85瓦，这边是跑49.25嘛，基本上跟那个笔记本的能耗比是差不多了。那这里边是43点，就算它就是算它是86瓦吧，87瓦跑49.25。那其实这个能耗比也就在550K 每瓦左右吧，跟原来这个跑43的时候它是没什么区别的，跑43算力它也是550左右，这个能耗比它是没有变的。那说明这个三星这个 GDDR6还是非常厉害的，它能从默认的这个1500拉到2200都没有问题。即使是1660S 那个默认1750了，这个标准来算吧，它从1750拉到2200，这个水平也是非常高的。三星应该是最能超的这个显存了，像那个台式机用的 DDR4也是三星的那个 B 代，它是最能超的。那这个显存它也不例外，也不让大家失望啊。那这边基本上这个功耗和这个 GPU-Z 这边的功耗也快要一样了嘛。如果这边变成43瓦，那基本上就是
1mAh1瓦，然后除2就是500、550、560的样子了。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了，我们下期再见。好，然后我在电脑上面又继续操作，把它搞到了50mAh，这个真的是已经非常高，这个三星还是太能超了。我们要感谢三星，能让我们的这个显卡的算力能提高这么多啊！现在是拉到了2175，这边是8700。其实我那个3060笔记本也就跑8600，这边我把它拉到8700就能跑到50.42mAh 了，这个算力已经是非常高了。然后这边功耗就是还是87瓦，这个功耗基本上没有怎么变化，87瓦。很厉害啊，不过这个温度上升的更快啊，这个散热器如果要跑50多的话，那是必须要换散热器了。我们等一下它，看它到底能冲到多高啊？哦，那它基本上这个算力就是能稳定在了50.4几吧，50.4几。如果超51的话，我不知道行不行，我感觉应该是不行，因为那样的话显存估计要拉到2200多了，这个我感觉应该问题还是有点大的。等我散热器做好了，就那个铜板散热器做好了，我们看看能不能把它拉到51。哇，现在功耗都已经88瓦了，这个功耗已经比刚刚要高了。这个不知道是这个应该是因为因为这个叫什么那个晶圆的那个特性吧，就是温度越高啊，它这个需要的这个功率就会越大，因为它的漏电率也高了嘛，所以呢这个功耗应该会有一点点的提高，因为现在显存温度已经达到了82度了。